少管事，这交付日期是何时？赶得及重新做吗？大多都是在近期，最早的一单便是明日。明日？我一直守着后宅，商场知道我一点都不懂。末单的事，真娘，你觉得该如何是好？我看耿儿他们整理出几箱末丁，火还未烧着，从里到外都完好无损。您看是不是先拿来应付了明日的末单？不可，这墨一旦受了高温，极易开裂，看似完好无损，实则也用不得了。咱们李墨百年基业，什么都能毁，唯独口碑不能毁。镇长是说的对，是我一时心急，考虑不周。这近期的末单，就按照契书上所写，尽数赔偿违约金额。另外，少管事，劳烦您帮我约出几个末商掌柜，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咱们让利3成，可否将这交货日期再往后延些时日？好。磨坊那边情况如何？除了烟棚，其他地方可有损害？除了烟棚和库房，其他的地方受损倒不严重，应该稍作修补就能照常使用。那就好。大伯娘，我之前在李家老磨坊巡磨3年，那里虽然简陋，但还是顶用的。在烟棚修缮完毕之前，将烧烟的工序暂且移到那儿吧。这都不是问题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期交付的都是大末单，合在一起有近万锭之多。若要照单赔偿，以咱们磨坊账面上的钱款，恐是相差甚远呐。我这之前的工钱，加上小李磨坊的营收，合一合，应当有500两银子，先拿去用吧。其余的我再想办法。我还有嫁妆，我把嫁妆全数拿出，也可抵千两。大伯娘，大少奶奶，这如何使得呀？这女子的嫁妆那是一生之本呐。真娘说的对，我们李家什么都能毁，唯有李墨的口碑万万毁不得。该赔付的银钱1分也不能少，按契约书办。现在这时候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，才能渡过难关。大伯娘，李墨定能挺过这次难关，我向您保证，真娘日后必定会将大伯娘的嫁妆一文不少的尽数赚回来。大伯娘相信你。此事因我6房而起，自然也该我们承担一份。三叔母，大嫂，莫不是因为景东的过错要与我们6房生分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也瞒着我们。英嫂嫂说的不错，我们万死难辞其咎，就算要赔付，也何该我们出在前头？你们都误会了。现在景东这个样子，我这个做大嫂的，怎么好再给你们添麻烦呢？大伯娘这话却是错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如今李墨有难，我们就该共同面对，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呀？大嫂，我的嫁妆虽然没您多，但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细软加起来，也可凑出个几百两来。明日一早，我就把庄子的营收合一合，应当也有个几百两之数。我也有。哎呀，不巧，都买了那些丹药符箓了。我明日就把它们都卖了，凑一凑也该有个100两。少管事，劳烦您算一算，这下可够了。差不离了，差不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把这个交给少安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爷爷。娘，真娘，把这个一起送去。这些年，我是对李家有怨，不过李家毕竟是你爹还有爷爷的根，而且自我嫁进李家之后，你七祖母待我不薄，这份情我得还。你等我这么久，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吧？磨坊走水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而那些签了契书、下了末单的商客们，正吵着要去李墨讨个说法。
而真娘，你现在又接下了长氏一职，看来注定少不了一场麻烦。谢谢您告知我。不过除了此事，你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吧？你想退出股份？哎，你怎么总会觉得我要退出股份？我是不退反加，我这叫趁火打劫，继续追加对李家的投入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，我不能再欠你的了。哎，什么欠不欠的呀？我都说了，这是趁火打劫。行了，你以为我是傻子？你这样说，我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？真娘，既然我选择与李家合作，那么我愿意追加银钱，帮李默渡过难关的。谢谢祁东家的好意，不过说到底，这是李家内部要解决的事情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好，那有事再同我讲便好。大少奶奶，三少奶奶，少管事，那些闹事的墨商可解决了？都谈妥了。多亏了甄长氏提前筹谋，几位大掌柜还未来得及发难，就收到了全额的赔付款。临走呀，还一个劲儿夸咱们李默行事周全，讲商道，守信义，说等磨坊修葺完善，还会再来下墨丹继续合作呢。少管事，甄长氏，您这腿脚可真够利索的，我这紧赶慢赶都没跟上您呢。瞧我，光想着快些来报好消息。失礼失礼。不碍事儿的，我逗您的。大伯娘，三叔母，大少奶奶、三少奶奶，严大人派人来传信。各位东家，供墨竞选之日将近，严大人已择定2日后在新安江畔举行祭墨典礼，请参选的各家磨坊准时到场祭墨，并奉上参选文书。过时不到者，皆以弃选供墨处置。有劳了，周伯送一下。真娘，你现在是李默长氏，应该由你来定夺。大伯娘，这供墨仪式有关景东叔的心血，还是等他醒来再说吧。娘，爹醒了，爹醒了。爹，你醒了。景东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景东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把大家都吓死了。醒了就好。可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爹，景东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不让我去死！东家，让我去！爹，你别闹了，让我去死！哎，爹，让我去死！你要是死了，我跟真生怎么办？我不配活着。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走开！让我去死！赵山哥，别找你爹，跟我出来！真娘，你干什么呀？他不想死吗？好啊，我给他找一个好地方，让他去死。这背上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赵山哥，把你爹放在这儿，放下。哎，爹。真娘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不是一心求死吗？好啊，今日你便当着六爷的面一头撞死在这棺材前，我保证，没有一个人敢拦你。六爷是为了李默而死，临终之前始终心系家族荣誉。我今日便让他好好看看，自己舍命相护的儿子，为了一点挫折便要放弃，为了一己得失便要寻死觅活。但在你死前，
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：你这一把火，烧的是干脆利索啊，可你却烧了大半个库房。李家所承接的末单无一可交付，你可知这些需要赔偿的银两从何而来？大伯娘三叔母的嫁妆，春花姑姑庄子的营收，小李磨坊的营收，少管事半年的工钱，还有我爷爷娘亲的提及，就连正身哥，都将他视若如宝的金丹符箓拿去卖了。这一大家子拼拼凑凑，才勉强将这些全都凑齐。李墨百年基业啊，险些因为一场大火毁于一旦。可李氏上下，从为了李墨而死的六爷，到如今倾尽所有，互相扶持渡过难关的所有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孬种，唯独你李景东，为了一点挫折便要轻言放弃，还试图用死来逃避这一切。你就是孬种，你就是一个懦夫。你死了一了百了，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的发妻，你的儿子，他们该如何？三叔母为了你，日日以泪洗面；正身哥为了救你，只身奔赴火海，烧伤了自己的一条胳膊。难道你真的想让他们因为你的死内疚自责，余生悔恨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当真无愧吗？景东说，若是我说了这些，你还是执意要死，无人能拦得住你。你的生死由你自己决定。爹，咱们回去吧。神，烧到那儿，给爹看看。没事，给爹看看。不爱的。给爹看看。疼吗？不疼，爹。爹对不住你，对不住你娘。爹给你们赔不是了。爹。景东，你起来。英儿。景东，自打你从京中回来，你腿断了，心也变得半死不活。我日日夜夜的等，我等你康复，等你振作。我担心醒过来，整整等了13年。你要是真抛下我这辈子我追到一头地府，我也不放过你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景东说：“今日还要寻死吗？”死过一回了，不能再死了。真娘，我是专程在这里等你的。醒来之后，正身已
经把这几日的事都告诉我。你骂得对，骂得好，把我这个废人骂醒了，骂活了。全都叔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起来！真娘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几番苛责于你，我欠你一声道歉，是我错了，让你受苦了。李家遭难，最应该撑起这个家的是我，可我却怨天尤人，耽于心结，把这个烂摊子都抛给了你。是你替我撑起这个家，我替六房，替李家，谢谢你了。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坐。造化弄人啊！你爹景渊景琦，说来天赋品格都要高于我很多，可偏偏是我活了下来。我没有替他们撑起这个家，手稳这份业，对不住他。全都说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这几日，我把咱们李墨的老墨商们都跑了一遍，大家都夸我们，说我们的墨品质量稳定，交付日期从来没有过延期。这些年来，墨品交付都是您在盯着的，这个家您撑得很好。好什么呀？我有几斤几两，我知道。这术业有专攻，维系一个磨坊，光靠制墨是万万不行的，还要跟那些墨商们打交道。我代为掌家的这几日，便已经见识到了商场深浅难测。所以景东说，您莫要妄自菲薄。如今公模竞选在即，您昏迷的这几日，大姑娘把此事交由我来定夺。但我知道，您为了这个事情，不知道努力了多少，酷暑严冬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我不能替您决定。严大人要举办祭墨典礼，李家可想好了是否参选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猜测会。李墨连遭劫难，正值多事之秋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不退选，那真娘倒真是有胆量。正是因为现在李墨接连受创，人心涣散，所以我才猜测他会参加。这正是凝聚李墨上下人心的好时机。你倒是懂他。哎呦，阿姐，好了好了，不打趣你了。喏，陈家的石墨会药帖，
我听说陈家这一次也有一块绝世好墨要参加这供墨的竞选，所以阿姐，只要我们投了李陈两家磨坊，那么我们的胜算就会更大一些，这样也不会耽误办君子的大事。所以邀请阿姐，以阿姐的名义来投陈家，钱我出。此事考虑的也算是周全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自当尽力。只是如此，李默那边可好交代？啊，职责所在，我相信李真会理解我的。不过就是他的压力会大一些。今良辰吉日啊，我等设坛祭墨，凡有愿参加供墨竞选者，奉文书拜祖师玄旗。李家无人参选，视为弃选。本官宣布，吉时已到。出兵！一路走好！严大人，且慢！严大人，且慢！吉时未到，还请严大人稍等片刻。七东家此言何意啊？此时正是辛未之时，辛属阴之金，未属阴之土，辛未乃土生金，相生则喜。正是吉时啊！严大人所言极是，于天而言，辛未之时乃是吉时，但于墨而言，并非如此。大人接着于此，是为季墨，而墨五行为水，但辛未之时中包含一重土，土克水，相克则危，不利于墨。七九认为，壬申之时方是吉时。况且，严大人，供墨竞选，兹事体大。七九所言也是望季墨一事，更得天时地利，圆圆满满，望严大人慎思。这七东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哈。那我和墨叶朱家就在此等一等。多谢严大人为徽州墨业思虑。大人，辛未季墨是文会专门找人算的，七九一家之词断不可相信。方才各家俱已奉书，若季墨之事再延误中断，只怕祖师爷怪罪啊！严大人，吉时已到，旗鼓。行
严大人，今日家父出殡，李家来迟，还请大人宽宥。如此说来，李家无意退选公莫喽？是，李默参选。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。李默待莫至情至信，纵有万难，亦不退缩啊。京东叔，您之前那些未被烧到的墨团，我全给您放在这儿了，是少管事和正申哥帮您一起收拾的。坐吧。好，这些都是些无用的东西，辛苦你们了。以新人防腐，加以龙脑增香，好想法。真是好墨呀！陈娘，我以前只是知道你制墨很有天赋，没想到你已经到了一闻便知的境界。我在想，还是用福锦墨去参贡吧，他已经名声在外，而且治好了严大人女儿的病。京东叔，我的福锦墨是药墨，参贡未必合适。再说，您为了您这块松烟墨费尽心思，岂能半途而废？我们一起打磨，我相信一定会更好的。陈娘，这个拿着。这是我们六房珍藏的顶级松烟墨的墨方。自古家训，墨方不得外传，此乃墨坊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京东说，说到底我尚未归宗，这不合适。我说合适，它便合适。你既已摒弃前嫌，我又岂能再存私心？再说了，这墨方在我这儿已经成了我的心魔，有害无益。你若是能吸取灵感，为新墨增色，那是李墨大幸啊！要是你七祖母醒着，想必一定会支持我的做法的。朕娘一定全力以赴。哎，这给我师傅。你看啊，刚才师傅不拿来扫了吗？这些的已经没有了，重新再扣回去。不行啊，还是太稀了，再稠一点。这也没多难，这跟我们炼丹差不离儿。住嘴！小心我给你一棍。爹，我再去练练和墨哈，我练练和墨。还可以接着烧，这油烟还没断呢。
军都叔，这应当是成了。郑公家、东家，陈家递来了世墨会的帖子，说送选了墨定了。玉秋，翠娇姐姐也在此，她是投了陈墨吗？我请阿姐等等。做生意嘛，无奸不生。哎，生意。确实是好墨呀，此墨亮而不艳，层次分明，余韵不可言喻啊。三爷，你们陈家能在供墨竞选之前制出此等超凡墨品之七烟墨，实在是不易啊！大人谬赞，谬赞。李东家，大人，来，看看陈家的这块七烟墨，与你李家的七烟古墨相比起来，哪一个更胜一筹啊？是。这墨，回大人，这徽墨自古以来不在百业之内，但地位隆重，而墨业诸事向来由文会总揽，墨师亦是文士，而文没有第一，墨亦是如此。我想，对于每个制墨师而言，自己制作的墨，在自己的心中必然是排第一位的，就像李家的七烟古墨。在景东叔和我心中，那必然是第一的，对吗，景东叔？而陈家的这块墨，在三爷爷和君山叔心中，那必然也是第一位的。三爷爷，我说的可在理？在理呀！伶牙俐齿，伶牙俐齿啊！严大人。陈三爷，大家对这凌云墨如此兴趣盎然，可否让我们亲手试一试这墨，好一睹风采啊？三爷的意思是，诸位都是墨业同行，敬请一试，陈某不胜荣幸。多谢三爷。好，请吧。凌云向日。墨如其名，其色深邃如叶，光泽莹润如玉。好墨，真是好墨呀！田大少爷，那我也想问一下，你们田家的参选之墨，本官何时有幸见上一见呢？严大人，此乃田家新制的苏合香墨，欲送去参选公墨，还请大人品鉴。三爷，王大姑，田大少爷，恕本官直言呐，墨品之所以为优，其标准之一便是气味纯净。此墨香气艳俗，用料繁杂，这与陈家的这块凌云墨相比起来，恐怕要落入下乘了啊！大人所言极是，陈墨底蕴如此深厚，我田家苏合香徒有其表，真是自愧弗如啊！自愧弗如。
真娘，这田本昌是个狡猾之人，想必刚刚在世墨会上拿出的素和香墨是他的障眼法。以田本昌的城府，必定会留有后手的。真娘，我虽不懂制墨，但也品墨无数。刚刚在世墨会上，陈家的凌云墨。 着实是让人出乎意料，颇有多亏的势头。你当真不拿福锦墨去参选吗？在我看来，福锦墨只能代表我李真个人，而松烟墨才是可以真正代表李家的墨。更何况，如今现状，无论是对景东叔还是李家人来说，一起完成比结果更加重要。所以这次共墨竞选。 我们李家必须参加，而且必须要用景东叔制的墨参加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过去，而李家人的心才能重新跳动起来。明白了，看来真娘还是比我更通透一些。倒是你，入股我们李墨，意在为戚帅办军资，可这次。 共墨权花落谁家并不知，难道你就不怕？没关系，沉默选上也一样。哎，不，你不要误会我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的意思是我们李墨比不上陈墨，那既然这样，不如你从李墨撤出股份，全数投给陈墨。哎，不。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而且我之前都说过，即便是你不参选也无所谓，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。让我看看。啊，原来君子就长你这样啊！那你看清楚，君子就长我这样子。真娘，现在换墨。 还来得及。景东叔，您觉得这墨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的墨性质是极好的，但它能拿得出手的，却只有黑，和陈家的气焰墨完全没办法比。还是换你的福锦墨吧。今日田本昌是在包陈贬礼。 他就是想挫一挫咱们李家的士气，别搭理他。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。景东叔，我的福锦墨是药墨，暂且先不说它符不符合参贡的规矩，即便是拿它去参贡了，未必可以赢啊。而您的这块松烟墨，颜色够黑，是制墨的初心，已是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到了极致，拿它去参贡，最合适不过。 您还记得您跟我爹第一次制出的墨吗？金福，咱这块墨到底有什么讲究啊？它墨色够黑。你还记得咱们去学府街沿路问的那些书房的学究和夫子，还有四宝街上那四宝酒楼的掌柜吗？记得啊。书房里的学子们说，平常用墨写着写着就淡了，总要分心去磨。 影响学习专心。掌柜说，宣纸上用墨的时候少，经常随手就在草纸上记了，记起来，直接记在手心、手臂上也是有的。所以，墨要够黑，才好用。我怎么都忘了，原来这个念头是景福一早埋进我脑子里的。 这块墨有我爹的初心，有您的执念，是我爷爷教我的技法，更是我们李墨代代相传的精神。抱朴守拙，兼济天下。
可我的福锦墨只能一无体，而您的这块松烟墨，却代表了我们李家上下齐聚的人心，更是如今李墨可以拿出的至高墨品，拿它去参贡，恰如其分。景都说，这是您制的墨，给它取个名字吧。真娘，这块墨的名字由你来取，因为你最有资格。好。一元墨。好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饰里，孤雁落成屏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以我心上，一抹微伤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纵我心光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以我心上，一抹微伤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宁让万物生。